还有一事，朕想要包卿提出解释说明。请皇上明示。听说你带人前去驸马府追查驸马身份，可有此事？回皇上，确有此事。好，朕倒要听听你怎么说。回皇上，包拯手中有一诉状，将驸马误认为另外一人。为求实情，臣招来人证，前往驸马府认人。如今已确认，的确与驸马无关。这就是包卿的不对了。驸马身份岂能任人存疑？幸亏此事并未传入太后耳中，太后对玉妹十分宠爱，倘若得知此事，势必不肯善罢甘休。那时包卿又如何面对母后？臣为查明真伪，方才出此下策。对此贸然之举，臣自承有错。皇上，包大人此举本是为了公事，然而冒犯了驸马，也的确不宜。依老夫之见，何不让包大人再去驸马府登门致歉，以化解驸马心中的芥蒂？包卿以为如何？回皇上，包拯有错，理当致歉。臣会再前往驸马府，向驸马当面致歉。好，包卿能坦然认错，那是最好。朕可不愿意因此造成玉妹心中的不快。皇上，臣行事鲁莽，让皇上忧心，请皇上降罪。那就不必了，你自己看着妥善处置吧。臣遵旨。本府特为日前带人前来，打扰驸马之事，登门致歉，还请驸马宽宏大量，原谅一二。包大人见外了，协助官府查案实属应该。本宫只是举手之劳，又岂敢包大人致歉二字呢？吾汝圣上得知此事，对本府颇有微词。本府若是不来，岂不让皇上操心？皇上怎么会知道的？回驸马爷，府中人多嘴杂，或许是有人见了包大人带着陌生人入府，不慎传扬出去。奴婢立刻下令追查，究竟是何人在发话。包大人因此受到皇上指责，奴婢在此当面请罪。魏总管无需如此，本府擅自带人前来，本是不该。驸马爷不予计较，已是大度能容，本府又怎能再妄加怪罪呢？包大人好说。不过经过此番周折，本府方知驸马与本府竟有同乡之意，倒令本府意外。包大人是说？驸马爷有所不知，包大人也是泸州合肥人士。是，本宫竟然不知包大人乃是本宫乡长。不过，因为本宫一直嫉妒于成交，所以无缘与包大人见面。本府持掌驸马多年，当然无缘见面。本府入仕离开合肥之时，驸马恐怕尚未启蒙吧。是。不过合肥城郊白云寺，本府在未曾入朝为官之前倒是常去。不知明慧老方丈是否仍在主持寺务？恐怕要令包大人失望了。明慧老方丈早已圆寂，本宫寄读白云寺的时候，他就已经不在人世了。哦，是吗？
本府入朝为官久未返乡，不想如今一时人事全非，本府失态了，还请驸马爷不要见怪啊。不敢。包大人为国为民，公而忘私，本宫佩服。今日本府乃是为请罪而来，不便多做打扰，就此告辞。魏明，奴婢在。代本宫送包大人。是。请。请。包大人请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包大人又来府里干什么？包大人只是来致歉，驸马爷又何须动怒？哼，致歉？那他替白云寺的明慧老方丈干什么？分明就是来打探本宫的虚实嘛！驸马爷多虑，那包大人只不过是随口问问。再说，驸马爷又是对答如流，又何必担心？对答如流？谁知道那明慧老方丈是何许人也？若不是本宫大胆一搏，当场就会被那个包黑头看出破绽来。奴婢也觉得奇怪，驸马爷怎敢说那明慧和尚早已不在人间了？很简单，包大人已经为官20余年，他年轻时的老方丈，至今不已七老八十，说他圆寂至少有80%的把握。驸马爷的确是聪慧过人，言之有理呀。眼前这一关给我侥幸度过，但谁知道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难关？魏明啊，你给我找的这个身份，不如你说的那样单纯。驸马爷请放心，那包大人查也查过，陈春也来认过人了，不会再有任何问题。眼前陈春是给收买了，你怎么知道他将来不会有问题呢？驸马爷不必担心，那陈春永远也不会出现了。你说什么？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他竟敢利用这件事来敲诈勒索，奴婢只能让他永远闭口，消失人间。你把他杀了？不杀他不行啊！奴婢这么做都是为了驸马您好。你大人由驸马府回来了。大人可是在驸马府察觉了什么？公孙先生，恐怕你我俱都错了。大人何出此言？驸马身份的真伪是据何判定的？礼部学籍、王丞相的指认，还有就是陈春在驸马府亲眼所见。王丞相乃是根据礼部的学籍去查，泸州府的回正也是根据学籍，这其中并未将驸马本人列入查证的目标。大人怀疑之处何在？
倘若那陈世美的学籍被人调换，又如何？这倘若两个人都叫做陈世美，不论学籍，单论本人，在驸马府的那位陈世美究竟是哪一个？又将如何判定？指认，只有经过人证的指认，才能证实究竟是哪一个陈世美。大人，陈春来京，这就是主要的目的。而陈春业已证实，驸马并非来自陈家村呢。然而那陈春，如今又安在？陈春凭空消失，绝无可能。唯一的解释，便是他被人收买，做出伪证，而后被杀之灭口。不过，大人，那陈春的下落究竟如何，尚难以认定。那是当然，本府自会静候张龙赵虎查证的结果。既然真相未明，大人又怎能断定推断正确无误呢？只因那陈世美已经自作聪明，露出了口风。学生愿闻其详。本府前往驸马府时问他，白云寺明慧老方丈是否仍是寺中住持？他却言道，也已圆寂多年。哦，难道明慧老方丈尚在人世？不，白云寺中根本就没有明慧其人。如此说来，他是在说谎。不错，而这谎言恰恰说明，驸马并非来自合肥白云寺，而是来自舒城县陈家村的陈世美。他正是秦香莲进京寻找的夫婿。驸马爷，驸马爷，太后要回宫了。是公主命奴婢来请驸马爷的。哎，驸马稍后。太后对公主的疼爱远超过任何人，连皇上也得让公主3分。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奴婢是要提醒驸马爷，只要公主受到伤害，太后是会不顾一切地为公主挺身而出。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啊？事到如今，驸马对自己的身份只能死死咬住，不能松口，否则，没有找到陈春。是，东城外10里方圆都找遍了。邻近的地方官府又如何说？回大人，从东城出京前往泸州的交通要道，地方官府所设的关卡哨所，从清早起尚未发现类似陈春的人出现过。你们辛苦了，退下吧。是。大人，那陈春不可能凭空消失啊。看来本府的推断的确无误。大人若要再度查证陈世美的身份，恐怕仍然要从舒城县陈家村找人前来。
不，再传人来，难保不会再被收买，再被灭口。可是大人，如果没有人证实陈世美的身份，大人也不便有所行动啊。不，府中就有一名可以证实他身份的人证。大人是说秦香莲？驸马极有可能就是你的夫婿。大人分析，陈春受了贿赂，做出伪证，驸马担心后患无穷，方才杀人灭口。现在已经没有能够证实驸马身份的人了，眼前唯一认得他的人，就只有你了。公孙先生的意思是说，让我去见他。只有你不会错认他。可是他们会让我进驸马府吗？不可能。既然进不去，那我又怎么与他相见呢？如何与驸马见到面，本府自会安排。然而在此之前，本府必须确定你肯作为人证。包大人，香莲随儿女来京城就是为了找他，香莲又怎么会不肯作证呢？不，没有那么单纯。纵使你与他见面，他也可以矢口否认。本府要你不动声色，回到府中之后，与本府商议对策再说。不知你是否可以忍耐？包大人，倘若真的是这个人的话，那香莲满腹的冤屈又如何能忍呢？若是你不能忍，势必破坏本府的计策。本府宁可不要你认人，而另思他法。好，香莲答应包大人，我一定会忍。既然如此，你还是待在府中，不可外出。本府安排妥当，自会带你前去认人。你去吧。是。大人，这也的确太难为他了。本府何尝不知？然而，他若是不能忍耐，而陈世美又当场否认，要想再让他认罪，是比难上加难。此举虽然残忍，可是除此之外，别无他法。大人打算如何让秦香莲跟陈世美见面呢？王丞相，包大人是要老夫把驸马邀过府来？正是，唯有如此，才能够让秦香莲与他有见面的机会。包大人确认驸马的身份有问题？包拯至少有70%的把握。相爷可是担心，万一包拯判断有误而难以交代。并非老夫担心呐。上回包大人带人证前往驸马府认人之事，连皇上都受到了惊扰。
如今若再有错，包大人恐怕是难以向皇上交代啊。相爷无需顾虑，倘若驸马并不是秦香莲的夫婿，两人见面自然无事。那倘若是呢？相爷，倘若驸马真是秦香莲的夫婿，他便是抛妻弃子、欺君罔上的朝廷罪犯。相爷难道不认为他该接受国法的制裁？包大人，你总是言之有理呀。包拯只是据理力争。问题是，以包大人之见，怎么才能让他们见面呢？只要相爷要驸马来府中做客，而由包拯作陪，再令那秦香莲装扮成侍女模样入厅奉茶，如此一来，他二人即可见面。倘若因秦香莲厅中失态，或遭驸马非议，相爷可以推说她是新晋侍女，其他一概不知。如此一来，自然与相爷无涉。要那驸马过府，那倘若他婉拒不来呢？相爷是驸马的恩师，恩师相招，门生焉得推辞不来？包大人，原来你早把老夫算计进去了。请相爷恕罪。包拯左思右想，除却如此，无法让秦香莲当面认人。包拯实在除了相爷之外，别无其他人选。也罢，老夫拼着这身老骨头，就替包大人卖命吧。多谢相爷。公孙先生，稚子何故，却要遭此不幸？他们却对眼前的情势浑然不知。这样也好，不管有爹没爹，我都希望他们能有个无忧无虑的童年。大人要你见了驸马，要多多忍耐，也是情非得已。希望你能多加体谅。包大人替香莲母子洗雪沉冤，香莲又怎敢心存异议呢？你能明白大人的苦心就好了。哎，公孙先生，请留步。你还有事？请恕香莲多问一句，倘若那驸马真是香莲的夫婿陈世美，不知包大人会如何处置他？这……公孙先生，香莲理当知晓。你真想知道？当你击鼓鸣冤，大人受理此案之时，便已心怀不忍。为何？大人早就知道，
不论驸马的身份如何，对你母子而言都是祸非福。公孙先生不妨明言。倘若驸马果真是你的夫婿陈世美，他除了犯下不养父母、抛妻弃子之罪，同时更犯下了冒名顶替、停妻再娶的欺君大罪，一律当可判死刑。倘若你知道他必死无疑，你是否还肯前去任人作证？大人带你去认人之前，必定会问你同样的话。你最好先考虑清楚，再做决定。自从有了身孕，总觉得胸闷，出来走走，反而舒服一些。是吗？要不要歇一会儿？别把你累着了。母后要我该动就动，不能总是赖在床上。怎么，连母后的话你都不听了？入秋之后冷热无常，我是担心你受寒呢。瞧你说的，好像我是纸扎的一样。奴婢见过公主驸马。魏总管，有什么事吗？是王丞相府上来人传话，请驸马爷明日午后去丞相府赏菊。来人正在等候回话。哦，没想到王丞相有如此雅兴。魏明，给相爷府的人回话，就说本宫另有要事待办，婉言谢了吧，改日再登门致歉。驸马为什么不去啊？我担心你的身体，想留在府里陪你。等孩子生下来还要6个多月，难道说你这6个月里都不出门了？王丞相是你的恩师，恩师邀约岂能不去？非但失了礼数，也难免遭非议。那好吧，我快去快回就是了。魏明，奴婢在。给相爷府的人回话，就说本宫明日准时赴约。是。启禀相爷，驸马府回话，明日驸马准时赴约。老夫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多谢相爷成全。包大人如此坚持，老夫又岂能不照办呢？包拯不敢。然而相爷此举，非但为民伸冤，兼且端正朝纲，只是让相爷为此事操烦，包拯或觉过意不去。只要明天不闹出事情来就好了。老夫身为当朝丞相，倒不至于忌惮那陈驸马。可是，如若公主或太后因此事而有所不满，老夫却也难以交代啊。相爷请放心，包拯相信还不至于面临那等局面。最好如此啊。包大人，老夫是以赏菊为名邀那驸马过府，那事先总得有个准备啊。老夫就不留你了。是，包拯明日先在那秦香莲前来，改扮成侍女模样，还得烦劳府中总管多加招呼。老夫明白。
包拯告退。明日，你随本府一同前往王丞相府，届时，本府会安排你，让你当面见到驸马。究竟他是否你的夫婿，自然就可以水落石出了。是。不过，本府必须再次提醒于你，不论他是否你的夫婿，都要不动声色，直到返回府衙之后，才向本府说明。不知你是否可以做到？香莲做得到。此外，本府有几句话必须对你实说。倘若驸马果真是你的夫婿，他便犯了欺君大罪。包大人，公孙先生都已向香莲讲过，那必是死罪。大人，学生是希望他能够事先考虑清楚。那么你考虑的结果如何？大人，如果真是他，那香莲认为他必死不可。难道说，对你而言，夫妻之间早已情断意绝？不，香莲考虑的并不是自己，他的爹娘在家乡活活饿死，而他却在京城坐享荣华富贵。身为人子却如此不孝，即便国法不去制裁他，天地之间也难容他。大人，并非香莲不念夫妻之情，倘若香莲如今放过他的话，香莲又怎么向两位惨死的老人家交代？这天地之间，又岂有公理可言？大人，每当想到此处，香莲的内心就如刀割。他非死不可。本府明白了，你不要难过，先回房去。明日听候本府召唤，一同前去。马汉，是。真是难为他了。爹娘，如果明天不去认世美，那爹娘的冤屈就永远难伸。可如果去认了，那世美她就会死。认与不认，媳妇都为难，都对不起两位老人在天之灵。还望爹娘原谅媳妇，并且给媳妇最大的勇气去面对。
驸马爷，驸马爷，驸马爷，丞相。你看这段，恩师，秋高气爽，菊花正艳，恩师肯将如此奇花与我等分享，也算是我等前世修来的福分。是啊，是啊。花开花谢，与人生际遇颇为相隔。花木有荣枯，人生有起伏，倒是提醒我等，人生在世，得意当思失意时，富贵不忘贫贱日啊！哈哈，包大人醒世之言发人深省啊。然而对老夫来说，却唯独对静节先生的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恬淡清雅羡慕不已呀。恩师高风亮节，满朝倾羡，自然我们这些俗人是不能相比的。驸马说得对，相爷的确是高人一等，令人望尘莫及呀。是啊，是。诸位，老夫今天是请诸位前来赏菊，而不是为了要诸位来奉承老夫哦。主角是菊花，而不是老夫哦。来，请坐。请。来，请坐。请坐。今日啊，不能单纯赏菊。当满园甜菊初开之时啊，老夫即命人采摘烘焙。近日菊茶新成，老夫愿与各位同享啊。是啊。来人，在。看茶。是。请。驸马请喝茶。
品过此茶，评价如何呀？淡淡菊香，香而不腻，的确别有一番风味。不过恩师，请恕门生得打断诸位大人的雅兴。公主有孕在身，本宫实在不便迟归，得先行告退，还望诸位大人见谅。驸马记挂公主，此乃人之常情，老夫岂敢强留不放啊？驸马尽管请便。多谢恩师体谅，诸位大人见谅，本宫告辞。告辞。来来，诸位大人，我们继续品茶。好，请。请。驸马爷，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你人在当场，难道看不出来？驸马爷说的是不是那个奉茶的侍？就是他。奴婢的确看到，难道驸马爷认得他？她就是我家乡的妻子，秦香莲。哦，原来是他。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在相爷府里呢？他什么时候进京的？这分明就是个圈套嘛！否则包大人不可能去赏菊品茶的。驸马爷千万不要着急。我能不着急吗？先是包大人带着陈春到府里来认人，接着又是秦香莲突然出现在相爷府里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魏明，我不相信你毫不知情。驸马爷，不要惊慌，奴婢确实知道真情。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告诉驸马又如何呢？不知驸马是要和他团圆相聚，夫妻相认，还是要矢口否认，把他赶出京城？驸马，虽然奴婢没有亲眼见过他，却知道秦香莲来驸马府认过夫。奴婢还以为他是个疯妇，命人赶他出去。随后他击鼓鸣冤，进了开封府，所以陈春才会随包大人来府里认人。要不是奴婢对此事了如指掌，又岂能买通陈春作伪证？但是包大人又安排他到相爷府中认人，那就很明显的代表着包大人并不相信陈春的证词。那又如何？刚才那秦香莲不是没有当场揭穿驸马的真实身份吗？那他待本宫离开之后，再向包大人揭开我的身份，那又有何不同呢？驸马爷，此刻千万不能乱了方寸。无论那包大人怎么查，怎么问，驸马爷抵死都不能承认。学籍资料已换，那白云寺来的陈世美已死无对证。再说，驸马爷又有公主和太后撑腰，就算那包大人断案如神，也奈你如何？什么？驸马不是你的夫婿？
你且抬起头来。本府再问你一次，他的确不是你的夫婿陈世美？不是，香莲从未见过此人。既然如此，在相府之中与他见面之时，你为何神色有异？如今更是双目含泪。回报大人，相府认人之时，香莲心中百味杂陈。后来与驸马见面，发现不是夫婿时，心中一则失望，一则庆幸，故而难以掩饰。本府倒要知道，你因何失望，又因何庆幸？回报大人，香莲本以为驸马就是夫婿陈世美，于是心中暗想，公婆的冤屈能得以伸张，自己心中的委屈终能化解。谁知驸马并非陈世美，心中自然无比失望。不过一想，如此也好。虽然陈世美下落不明，但却不是个抛弃双亲、抛弃妻子的忘恩负义之徒。香莲所受的苦难，不至于付诸流水，故而庆幸。这便是你神情有异、双目含泪的真正原因。包大人，莫非怀疑香莲在说谎？认为香莲明知是夫婿，却故作不识？是与不是，你心中明白，本府又岂能妄加论断？包大人，香莲带着子女千里迢迢来京寻夫，倘若真是那陈世美当面，香莲又怎会为他言谎？香莲曾说，为了公婆的冤屈，不惜看他身首异处。倘若如今香莲反倒为他脱罪的话，香莲又怎么向公婆交代？本府并无此意，你无需难过。你去看看春哥冬妹，免得他们担心。是，香莲告退。大人莫非心中仍然存疑？本府理当不会错判才是啊。然而，别跑！娘，娘回来了。冬妹好想娘，娘也好想冬妹。冬妹乖不乖？乖，春哥也乖。春哥，你带着妹妹在院子里玩，不许乱跑。娘回屋歇歇啊。是娘。去吧。来玩。
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你输了，把手伸出来。剪刀石头布，你又输了，给你打，给你打。剪刀石头布，你输了。那好吧，给你打，我要打2下。好吧，再来，再来。爹，娘，是他，真是他，我亲眼见到他了。可是我不能叫他死啊！他可以不认我们，可是2个孩子不能永远没有爹呀！我实在是狠不下这个心呐。媳妇对不住你们，媳妇实在是对不住你们，爹，娘。媳妇对不住你们。大人是否可把秦香莲状告驸马一案做一个了结？不，暂时还不要。大人是打算再缓一下，有些疑点还令本府难以释怀。是。启禀大人，展大人派人传话，八王爷回府了。好，立刻备轿。是。王爷安然返京，保证心中大石总算放下。本王私自出京，有劳包大人担心，实感过意不去呀。保准不敢，只是皇上的确忧心如焚。保准立刻进宫禀奏，也好让皇上宽心。不劳包大人，本王自会进宫向皇上说明的。是。包大人不问本王出京为了何事啊？王爷行旨自然有据，保准不敢妄加动问。本王此次出京纯粹是为了私事，不过包大人职责所在，理当让包大人明了，也免得皇上对包大人有所责难。王爷若肯赐告，
包拯洗耳恭听。此次展护卫全程参与其中，就由展护卫来说吧。此事涉及王爷私密太深，展昭不便多言。不，此事迟早都要让包大人明白的。既然小双是夜探王府之人，把事情说开了，也好让包大人不必担心本王的安全。再说，本王与白灵之间的事情，由本王亲口来说，实在是难以开口，还是由你来说吧。展昭遵命。大人，请让属下慢慢禀报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驸马，公主，怎么，你从王丞相那儿赏菊回来就闷闷不乐？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了？没有什么事。你还想瞒我？任谁都看得出来你有心事。来，说给我听听。那好吧，公主说的没错。正是因为赴相府赏菊之后，让我心里有一些感触。哦，赏菊赏出驸马心事来了。公主取笑我了。相爷府中菊花盛开，而且拥有许多珍品。然而花开总有花落之时，不禁让人联想，眼前美景终有幻灭之日。我是担心，与公主的幸福生活，是否也会有不幸之时？驸马怎会有这样的想法？你我的幸福是得天所赐，只要我们善加珍惜，怎会有幻灭之日呢？正因为得天独厚，难免遭人妒忌。我是担心万一有人从中破坏，这就是我感慨的原因。驸马，你的确是杞人忧天了。我就不相信，有谁敢对驸马有不利之心。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别说是我，就连母后都会出面维护的。请驸马尽可放心。公主，这只是我赴相府赏菊之后偶有所感，公主不必当真，更无需忧虑。夫妻有如同命鸳鸯，凡是跟驸马有关的一切，都跟公主有关，我又怎会不当真呢？都怪我，都怪我，以后我不会再胡思乱想了。这就对了。只要我们尽情享受这幸福的时光，又何必瞎操心呢？